魔王城里，前来挑战的勇者们被相继击倒。可恶，我们的招式居然完全不起作用，这个男人也太强了吧！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傲慢的声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让我来告诉你们吧，那个男人可是我们四天王中最弱的一个哟！不会吧？听到这句话的勇者仓皇而逃。也在这时，男主默默地摘下面具，看着台上这三位最强，他默默地说了句：“你们三个差不多也该哭够了吧？”啊！看到那么可怕的家伙，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呀？一个个都拿着害人的武器，完全就是杀人魔，好吧？眼前这个大哭女性，正是四天王中号称为魔术王的弗雷亚。接着是魔兽大帝莉莉娅，少女哭着表示：“为什么人类非要排挤他人不可呢？明明只要心怀体谅和关爱，大家就能获得幸福的。”冰结魔女露西卡，就是，明明都已经见识过我们的实力了，为什么还要不知悔改的前来挑战？真是一群让人头疼的家伙！这让男主绷不住了，心想：让人头疼的是你们才对吧？正所谓魔大陆的四天王本该是为了守护城镇不受敌人侵袭而存在的，然而这群家伙实际上超级弱的，他们把反击任务全部都交给了男主，然后还到处宣扬说那个男人是我们四天王中最弱的一个哦，想着这样一来就会让对手心生畏惧，从而不敢前来挑战了。然而现实却是远远达不到效果，男主最想退队的一击，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男主提议要不你们几个也试着战斗一次看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胡说什么呢，太过分了，你这个魔鬼！少女们完全就没有想要战斗的意思，这让男主非常的头疼。明明这群家伙其实很有天赋才对呀，他想必须要好好锻炼他们，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四天王才行。但是考虑到眼下少女们那不稳定的情绪，男主想着还是等明天再来说服他们吧。于是到了第二天，男主来到了弗雷亚的房间，我进来喽。少女打了一个哈欠，干嘛啦，拉尔夫？这么大清早的，已经是中午了喂。女生刚从床上起来，就拿起了一包零食吃了起来。说吧，找我有什么事？是要继续上次那个游戏吗？别刚起床就边吃零食边说话呀。男主有些迟疑，他想到底该怎么开口比较好呢？直接说来战斗训练吧，这肯定又会重蹈覆辙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对方心甘情愿的和自己锻炼呢？在这时，弗雷亚突然想到了什么，便立刻下床表示我给你看看我的新杰作。说着便拿出了一个极其抽象的画作。少女得意的表示怎么样，快看快看，这可是我灵感爆发的杰作哟。哦，好厉害哟。弗雷亚的这副样子让男主非常无奈。你现在又开始沉迷于绘画了吗？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在沉迷于写小说、弹钢琴什么的。这样少女有些小小尴尬。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谁叫本姑娘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呢？这句话立刻就让男主抓住了机会。他表示你说没错呀，你是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的。像你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成功的，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来跟哥哥我一起进行战斗训练吧。对此，弗雷亚的反应则是我才不要呢。女生脸上写满了抗拒，立刻就躺在地上开始闹腾起来。少女表示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对方那副宛如小孩子一样的态度让男主属实是没眼看。他表示要是真的不想战斗的话，干脆把四天王的位置让给别人如何？不出所料，女生的回复则是这个我也不要。男主很疑惑，为什么呀？你不是想要安稳度日吗？对此，少女则是给出了一个极其不要脸的答案，那是因为辞掉了四天王的工作，就没法过上好日子了呀。这让男主愣住了，就因为这个？对呀，不然你以为呢？弗雷亚将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露出了一副十分欠揍的表情。他说着想要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金钱什么的是必不可少的吧。这让男主血压飙升，可是守护那份平静的人是我呀。就这样，劝说弗雷亚的计划失败了。虽然男主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实在是没想到对方居然会不要脸到这种程度。第二位劝说对象是性格稍微温顺一点的露西卡。男主敲了敲门，露西卡在吗？哦，拉尔夫，快进来吧。露西表示欢迎光临，拉尔夫先生，你来正好，请坐，我这就给你去泡杯茶。当然这个茶呢，它其实是刨冰。男主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还是想要吐槽一句，这真的能算是茶吗？让少女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哎，怎么了？我有好好的淋上抹茶味的糖浆啊。露西卡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刨冰，男主是真的很想要告诉她呀，就算淋上了抹茶味的糖浆，刨冰也不能算得上是茶呀。只是在看到对方那副充满智慧的眼神之后，男主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其实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谈。什么事情呀？咱们边吃边说呗。于是男主便开始了他的劝说。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拜托你了，来参加战斗吧。不出所料，少女的反应也是我不要，而且这副表情和弗雷亚的简直如出一辙啊！男主解释，你听我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战斗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是我出了什么事，现在和平就会立马崩塌。哪知少女的回答则是，拉尔夫先生怎么可能会出事呢？你那么强大，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要相信自己，加油，你是最棒的。对方这波反过来鼓励自己的操作，属实是给男主气笑了。总之，现在情况是不能把对方逼得太紧，要是露西使出了那一招，可就真的无计可施了。于是男主便这么说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肯
肯定有比我更强大的人，只是还没有出现而已。要是真的有一天对方找上门来，而我又无力应对，一想到你们会遭遇不测，我就……没错，这招便是诉诸良心的作战。女生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脚动了起来，这立刻就让男主察觉到不对。喂，露西卡，你该不会想要逃避现实吧？你的良心真的过得去吧？还没等男主说完，少女就将自己彻底冰封，这便是露西卡的专属技能，一遇到棘手的事情就会将自己冰封起来，逃避现实。2次劝说全部都失败了，男主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莉莉娅的身上了。然而一进门就看到了魔兽的大脸，欢迎光临啊，拉尔夫君。哎呀，抱歉打扰到你们俩，不会，你来正好呢。少女为男主递上了她刚织好的围巾，这是为拉尔夫君你准备的哟，我来帮你围上吧。这让男主久违的感受到了温暖，表示莉莉娅真的是很喜欢编织呀。这位女生单论体贴程度的话，绝对已经有4天王的水平了。但是不好意思呀，男主就是要利用这份温柔。女生说着，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男主回答，其实不瞒你说，我最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晚上也总是睡不着，要是我有什么3长2短，我最担心的还是你们呀。少女连忙表示，那有什么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吗？男主回答，当然有，我希望你们今后能参加实战，这或许能让我多一点休息的时间。说完这句话，他小心翼翼地抬头，这次是轮到魔兽说不行了。你丫的，你可是人人畏惧的魔兽呀，为了主人难道就不能振作一点吗？你说是吧，莉莉娅？抱歉，我也做不到。这让男主绷不住了，我又没说让你马上去战斗什么的，可以先慢慢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呀。对此少女表示，我明白了，那我就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做起吧。女生的觉悟让男主流出了欣慰的泪水。然而在下一秒，既然如此，我要先给拉尔夫君做一个枕头，你之所以睡不着，肯定是因为寝具不够好，然后再编织一件毛衣，这样就不会着凉啦。莉莉娅干劲满满的说着，看来今后也要忙碌起来了呢。这让男主彻底崩溃了。他抛下一句，我不是让你把注意力都放在编织上啊，随后高高跃起，直接原地爆炸，这让少女震惊了，大喊着拉尔夫君振作一点呀。弥留之际，男主的嘴里默念着自立计划必须要完成才行，还有我的梦想也是，便直接昏死了过去。就这样，时间来到第2天，3位天王坐在一起讨论着男主的事情。你们2位有看到拉尔夫君吗？没看到哦，怎么了？听说他昨天受伤了，本来今天想去看看情况的。什么？拉尔夫君受伤了？到底发生什么？昨天在我的房间里莫名其妙的就爆炸了。莉莉娅的话让2位女生都非常疑惑，爆炸？为什么？该不会是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吧？不过话说回来，弗雷亚表示昨天拉尔夫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说要进行什么战斗训练之类的。其余的2位也纷纷表示自己也被这么说了。少女不理解，拉尔夫那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吧？对呀，就是。难道说拉尔夫君他积攒了太多疲惫了？这么说起来，露西卡回想起昨天在谈话的时候，对方的脸色确实不太好。那么既然如此，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只有一个了，那便是为疲劳拉尔夫君献上最纯粹的治愈，拼尽全力的缓解对方的疲劳，为了让他今后能够继续顽强的作战。想着，3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表示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说出战斗训练这样奇怪的话了吧。我想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他到底去哪里了呢？好想要快点治愈他呀。而在男主这边呢，他已经脱下了盔甲，悠闲的走在路上。他的心情非常的愉悦，心想今天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方呢？没错，男主的梦想便是环游世界。小时候被父亲带去了人类世界，见识到了世界的宽广，这让他的心中满是憧憬。森林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子呢？山的那头会有什么呢？海的那边会是自由吗？父亲曾告诉过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汇聚了所有美食以及娱乐的传说秘境。虽然不清楚这是不是父亲为了让孩子开心所胡编乱造的谎言，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抵达那片土地。于是从那天起，他便开始锻炼自己，因为环游世界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的。再后来就是凭借着实力得到了4天王的名号。虽然有职责在身，但他还是会抽空去完成他的梦想。他所掌握的瞬间移动能够传送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本以为能够凭借这个魔法一步一步的探索这个世界，然而意外却发生了。没错，就是那些家伙。自从他们加入4天王起，男主就像是带着3个娃一样，几乎再也挤不出时间去旅行了。就算真的有时间空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被3小只哭闹的叫回去。如今的男主只希望空闲的时间能够再多一点。今天他终于抵达了马里尔村，一个人口不足500的村落。他逛了集市，看了异域风情的表演，顺便还喂了头牛，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快乐。他想，还真是一个好村子呀！要是魔大陆也存在这样的地方，那就好了。就在这时，他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这让男主一惊，立刻就跑到那家店前。欢迎光临啊，好有精神头呀！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客人吗？没错，这便是村里的特产香辣肉派。他在旅途中到处听说这里特产的美味，这烤肉香味再配上松软面皮，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妹子表示这是刚出炉的肉派哦，要不要尝一块？男主二话不说就买了一份。看着手中那饱满的肉饼，再配合上店员小妹那充满人情味的关照，光是这些就让他找到了旅途的意义。哎呀，要在变凉之前把它吃掉的。
他正想要开动，然而就在这时，手环传出了警报声。拉尔夫，听得见吗？拉尔夫，他们又来攻击我们了，快点回来，我好怕。男主刚想要开骂，但想想还是算了，立刻发动瞬间移动，1秒换装，将怒气全部发泄在了勇者的身上。在男主击倒他们之后，少女们又开始得意了，认清现实吧，蠢货们！以前有那么多的人类来攻击我们，都没能将我们拿下，你们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差远了。就是，真是太弱了！你们活着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只要我们想，就会像捏死虫子一样碾碎你们。尽管嘴上说的那么狠，但实际上少女们内心都在不断的祈祷，求求你们了，不要再打过来了。正当弗雷亚想要说出那一句“这个男人可是我们3个之中最弱的一个哦”的时候，只听“哦”的一声，男主宛如恶鬼一样转头死死地盯着那3个人，说了一句：“待会儿好好谈谈。”而在这之后，3人就被狠狠地训了一顿。等结束之后，肉派已经彻底凉透了，但好在味道并没有变坏。就这样，到了第2天，男主心情美美的走在城堡里。就在这时，弗雷亚叫住了对方。少女红着脸表示：“今天一整天，我都要和你一起度过。”看来女生们的治愈男主计划也要开始行动了呢。